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荆门呢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啊，是一条铁路线路。今天呢，我是不看这个的，主要是我站在这个地方特殊啊，这里是一座超级大墓啊。我们经常看陕西的帝王陵，以及看其他的陵墓啊，出土了很多国宝。我们说一两件国宝那就了不起了，像曾侯乙墓呢，出了好几件。然后这座墓呢，它出土了起码10件国宝中的国宝。都是我们说的第一次见过的东西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非常了不起啊。这个是上世纪80年代，挖掘出来的。那这里为什么会有这铁路呢？就当年80年代这个地方要修建铁路运输，所以呢当时就发现这里有一座墓，然后最终发掘出来了，铁路最后就从这里通过，然后两边呢其实就是当年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封土啊。这座墓也是离现在大概2000多年前，这个地方啊，在那个春秋战国时候，我们说这里是荆楚大地，是楚国管辖的。楚国的国都离这里大概也就是50-60公里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墓啊，就是我们说楚国王室成员的墓。当然了，不是楚国的国王。这个地方当年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啊，相当于就是墓冢啊，只是后面为了修建铁路，等于是从这个墓冢穿越而过。大家可以看到周边这个环境啊，像这边明显的比周边的高一点，也就是说这个墓冢就在这里。当年这个地方挖掘的时候呢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。这个墓在南方才有，就是墓的形制啊，里面呢我们说在老家啊或者农村，大家说早期遇到火会那个点燃，它这里呢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墓啊，当时挖掘的时候啊，里面有个气体。当时好像工作人员还是哪个我说的，在挖土的时候点燃有打火机嘛，突然就冒火了。这个地方呢就叫做伏火墓。在南方发现2座伏火墓啊，一个是这里的包山大墓，还有一个是长沙的马王堆那个墓，都是里面有气体，所以呢这个墓呢如果盗墓贼进去啊，可能就出不来。因为盗墓贼他在古代嘛，必须要明火才能发现里面的东西嘛，又不像我们现在有手电筒，那个时候的话，他要带那个火的话，可能就会点着了。这个是一种保护性的。您是当地人不？是当地人。当地人是。这个墓当年有多大呀？就这个包山墓。这是原来这称为是什么楚国时期一个那个嘞？这个我们这些原来是一个楚国，还是一个那个楚国的。我听说啊，我网上看资料，当年这个村里好多那个，你们到里面挖了是吧？帮那个文物那个单位一起到挖了是吧？挖泥土了是吧？对。最高的时候有多少人去挖了？我是用推土机推的，不是用那个的。下面的全部是我们一个全村的人挖的。全村的就挖了，那也好几百个人了，挖了好久啊，听说。挖了几个月。有几就那一块方门啊，就有7000斤吧。哦，它这个大概有几百平米嘛？那个地宫里面，那面积蛮大呀，面积大得很呢。你想啊，可以用那一个村的人在里面干活。对，以前你们小时候知道这个墓是墓吗？是楚国的吗？还是说后面修这个铁路？修铁路后来才知道。一开始以为就是一个土堆是吧？那不也晓得是一个包山大众。也是个墓，但是不知道是谁的。对。哦，这个墓确实很长时间了。是啊。它这个物质在新的，周围的还有5个小那个嘞，小墓。等于说这个是中心，这个墓是大的，对，周边有好几个小的陪葬墓。对。这个小点就是放油嘛，在这里。小时候放油。对。小时候放油。对。那个时候挖的话，里面听说东西好多是吧？这是我国组建最多的一个古墓。有达到3000多个那个吧，我反正听他们讲的。那时候是那个尸体啊，是运到荆州博物馆里看的。那一些大板子一块板子几吨的都运去那里看的。地宫啊，它是不是有一个像倒三角形一样的，上面是宽，越到下面越窄呀？对，修个那个防梯的看那样的。啊，就是这个就像锥字形一样的，到越下越。对，一看放下去。上面的土全部是用几个推土机都推几个月，推到之后，下面的全部是用一个村的人在那挖的。那个里面不还是被人倒来没倒走的。最底下有3层的墓嘛，3层的墓，1层敲到之后，下面还有1层的，最头的一层，最里面的一层就是那个庄人的。刚才我们和这位当地的村民啊聊了一下，他当年也参加了这个地宫挖土的过程，他现在是这个铁路沿线的值班员，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年的一些故事。方呢，这个墓啊，这个地宫里面是非常巨大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当时啊，
考古发现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盗墓贼在里面，就是我们说盗墓贼的尸体骸骨在里面呢。他没有外伤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盗洞盗进去啊，在里面迷路了，然后空气稀薄，就在里面我们说的死在里面。这个盗墓贼离现在时间也很悠久，所以呢，当时这个墓挖掘的时候啊，保护性的时候啊，里面的文物呢非常非常多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有10余件国宝。这10件国宝呢是哪10件呢？就是中国第一彩绘棺，我国保存最好的那个龙凤彩棺，中国第一折叠床，我国最早的可折叠的木床，中国第一幅漆画《迎宾出行图》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贵族啊出行的那个图啊，就像壁画一样的。这个我们在陕西的乾陵啊可以看到很多壁画，特别是在那个地宫里面有那个出行图、打猎图、驯兽图。中国第一支毛笔啊，这个毛笔我们从古至今都能够看到，古时候读书写字都是用毛笔。这个地方呢，墓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呈整个坡度形，这个铁路沿线，就证明这里当时的墓啊是有几座墓的。就我们说的有打个比方说有王，然后有王后是一起陪葬墓的，不是单独的一座墓。在古代其实很多墓啊，它都是有陪葬墓的，讲究合葬嘛。然后中国第一鸳鸯碑，最早印证我国史书记载的鸳鸯碑就是那个鸳鸯，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后中国第一酒具盒，我国保存最好的那个猪手酒具盒。这个酒具啊，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，可以去那个湖北省博物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那个南昌的海昏侯墓出土的中国第一龙首杖，最精致的错金宁龙首杖。这个杖就相当于是王权或皇权的象征，就是权力的象征。在古代我们说的龙首杖，特别大家看那个电视剧啊，康熙王朝孝庄拿的那个杖，那是等于是代表他身份，把这个杖往索尼府一放，通知索尼府就全家出来迎接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中国第一尊铸造工艺最精的宫廷用器啊，就是宁铜尊，就是我们说的在很多博物馆，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过这些的话，可以去那个宝鸡的那个青铜器啊，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青铜器博物馆。还有中国第一彩绘铜镜，我国最早在铜镜上彩绘的花纹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些东西多不多？所以说这个国宝呢，相当的多啊，太了不起了。也就是可以说这个墓啊是没有被盗的，发现的时候，那这个地方墓主人到底是谁呢？他不是王啊，是王手下的。在楚国当时的时候，他那个制度啊，跟秦国啊或者那个赵国这些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看秦始皇，秦国都知道，当时一把手是王，那二把手就是丞相，那时候叫相邦。为什么改了丞相呢？说到这个就题外话，丞相是刘邦那个时候开始改的，在刘邦之前是那个相邦。因为刘邦有个邦字嘛，所以为了避讳，所以就把丞相代替了那个相邦，但是权力是一样的。那楚国当时呢，他的不一样，他的丞相啊权力没那么大，他的一把手是王，二把手、三把手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左尹这一些人。所以当时他这个人呢，就是属于楚王手下的三把手，就当时整个楚国的三把手。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呢，就是属于2号墓，就是这个包山古墓那个最大的墓啊，里面的东西也是最多的。它这个墓呢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封土形，也就是那个金字塔的结构，但是它这个相当于是倒金字塔。这个墓为什么会最大呢？因为从土壤部分开始挖到墓坑部分，差不多有10米深，也就从地面呢往下去10米，然后还不包括往下的地宫。所以当时的盗墓贼为什么会在里面那个我们说的死在里面呢？就是因为里面太大，迷路了，出不来。但是有一点呢，我们再形容一下这个墓到底有多大。当时挖掘这个墓的时候，还请周边的村民啊来帮忙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日以继夜的奋斗，最后挖出了30万立方米的土壤。大概想一想什么概念呢？打个比方说，5吨的那个泥头车啊，拉土，它要拉12万次。也就是说，你想一想，要拉多久？所以说，这个地宫完全弄开的话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大概是弄了几个月。
还有当时啊，最好玩的是什么事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村民嘛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那听到这里挖出这个大墓呢，在周边看呢，这个大家看网上也能看到图片。这里呢，高峰期呢，就是有人，特别是晚上啊，因为白天大家要工作嘛，收工了之后在这里看，大家的话，大概周围聚集了，就像这样，我们环绕一周聚集了大概2万的当地的居民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都是啊，那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？结构呢，说白了。大家如果去看一下秦公1号墓，就是那个马王堆那个墓啊，都一样的，就是竖式墓穴，一般的就是那个时候的，要不甲字形，要不中字形，要不亚字形，对不对？跟我们后面看到的明清，包括唐王朝的地宫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个陵墓啊，太大了，所以盗墓者都不敢轻易踏足这个地方，因为盗墓贼他是最清楚这些地宫里面的情况的，所以说才有我们说的保存了这么多完美的我们说国宝。